专业，您心中的平安。本节目由中国平安独家冠名播出。欢迎来到由中国平安独家冠名播出的《初入职场金融记》。上班不打卡，一天工白打。请做一个你认为最元气的动作，开启努力的一天吧。最元气的动作。我想看文涛来。元气。你来一个，掏个元气。这样。好。那我来一个元气的，那就这个吧。让我今天考虑一下委托人的请求吧。元气满满。他亮绿灯了，他认可你的元气。我要那个雨桐来。那个上班交给我包操心的，就是那个陪笑，那个，有人 get 到我吗？哇，好像。我上班已经够累了，还要陪你们笑。这是一个圆。Yes。哦 ，Let's go， 我要坐下了。喝水吗？你们？哦，可以。谢谢。哦，谢哥、涛哥，这伟大 Steven 给我的水。Hello， 老师好，各位代理人，大家上午好。Hello， 老师好。我是大家今天的金融专家朱志，来自平安私人银行。大家好，朱老师好。私行的。我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已经有13年境内外的家族办公室和私人银行的服务经验。那我也在平安获得了很多的奖项，比如说平安总行首届资产配置大赛深圳区冠军，以及获得了平安银行总行的超级大满贯，也累计为500位的客户呢提供了财富管理的服务。那今天呢，非常开心跟大家即将去开展一场金融之旅。金融它其实呢离不开谈一个词，叫什么？钱。对，有很多人把钱当做了目标，有很多人把钱当做了工具。那我想问一下各位代理人，大家在自己的人生当中，关于钱的一个重要的决定是什么？我有一个，就是我在那个 Into One 解散以后去留学，真是烧钱。这2年过去，然后那2年还不赚钱，就本来是在赚钱的巅峰期选择去留学，还挺大胆的决定。我买了人生最贵的一件单品，是我的麦克风，觉得是我花的最值的一笔钱，为他在华语乐坛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地位，奠定了无人知晓的地位。对，要拿着那个麦克风继续努力唱歌。好，加油！好，加油！我们会支持你的。我觉得可能就是第一次给别人发工资的时候吧。你给别人发工资啊？老板，我还是员工，不好意思。第一次发工资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赚钱这个事情，它一下子变成了一个你需要平衡收支的一个关系，就是你得确保你这个月得干多少的活儿，才能保证你还有下个月的钱去支付，这样就有点压力在身上了。听到各位代理人的分享，会发现大家在钱的背后其实是价值观。有人为了留学，有人为了自己的员工，有人为了消费，每一次的选择都是有自己的取舍的。而今天我们要探讨的就是关于钱的背后价值观的取舍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一期节目的主题叫做“钱无小事”。而今天请到的2位委托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把钱当做了一件小事。其中的一位委托人呢是俞灏明。谢谢04号俞灏明。2007年19岁的俞灏明参加《快乐男声》出道，清秀俊朗的形象是当时公认的国民弟弟。从选秀歌手到百变舞王，手握爆款热剧，还是国民综艺《天天向上》的常驻主持。21岁就成为当时娱乐圈最具商业价值的年轻偶像之一。然而23岁那一年，事业发展正盛期的一场事故，
将他从巅峰打落谷底。这段代价沉重的意外反而让他看淡了。他说：“钱够用就行。我们的人生真的就是无常，先过好现在吧。”他内心通达，非常的珍贵。但是呢，我们需要追问的是，他内心的从容有没有变成账户里的从容？他看淡了钱，有没有为自己的家人建立一套能够防御风险的财务保障体系？钱虽然说不太重要，但你很多，比如说你要让父母安乐的养老，比如说你要让子女享受好的教育资源，让身边的爱人得到保障，这些都需要钱来作为工具。而另外一位委托人呢，是我们的小精灵。小精灵，说唱歌手，本名公开处刑。陈征宇，2017年参加过《明日之子》第1季的录制。面对导师的提问，他说：“我死都不会唱歌，死都不会唱歌。”像没了气的汽水，我拜托请你闭嘴，变身。那小精灵会觉得钱就是用来花的，他是被朋友拉过来改造的。推荐陈真宇来到我们的节目啊。我是小精灵的领路人以及把关者。Let's go。这位是知名说唱厂牌 Walking Dead 的成员啊，小精灵。这位是我的好朋友，自媒体火化石，中国 boy 超级大猩猩王汉哲，我的好 homie。我其实没有什么诉求，我的诉求就是好好的改造一下旁边的这位朋友，因为他对于这个金钱观念啊，就是非常的模糊哦。是的，他这个太夸张了，他的那个金融理念就是有多少就得花完，对未来的那个花销没有任何的计划，就是他之后不赚钱了也有不赚钱的活法，现在当下就是必须把所有的钱花完，不然他不痛快，非常夸张。月光，活在当下。我刚第一反应是干了我想干但不敢干的事儿。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啊，就是他因为自己不会存钱，所以把自己所有的钱都给自己的爸爸了。一般来说，把钱给自己家人，不就是为了防被骗吗？对啊。然后他为了借钱给一个他不认识的人，他自己上网网贷了7000块。哈？为了借钱给一个不认识的人，他自己上网网贷了7000块给这个人。他都不认识。没想到吧？防不胜防。骗子说你的钱全在你爸爸那，我没招了。他说我去网贷，网贷。别急，我还有一招，我还有一招。哎，我们一会儿试试呗，我们加个微信，然后就说缺钱。对，我们中午看谁先把这钱借到。小老师呢，实在是一个太奇葩的存在，就是过去花了很多时间，就是跟他沟通，让他就是在乎自己账户里面这个存款这件事情，但是之前都没有成功嘛，就想要把他放到节目里来，各位大家一起就给他输出，希望他可以好好的理财。其实小精灵是很典型的活在当下型的，听起来很潇洒，但可能会有风险隐患。以上呢就是2位委托人的一个情况。我们不是要评判谁的价值观对和错，而是要一起重新审视我们和钱的关系。它关乎我们是否能够抵抗意外，守护家人，活得从容。哇，这个地方也太大了，我们是不是走错了？是这里啊，洽谈室啊。是这儿吗？私密洽谈室，就谈很大的秘密的时候都在这儿。要这么私密啊？好像也没人儿。那我们可不可以自助喝个水？比如说，我们是不是都走错了？我怎么感觉？我不知道啊。所以我跟你说，不能在这个地方乱弄。为什么？你万一什么东西要收费的呢？对不对？你得谨慎，这是金融界啊。我是甲方，甲方要掏钱呐。但是这个水肯定是可以喝的呀。你要不要喝个水啊？在这里面坐着等着吧，咱就别到处走了。
肯定是我们做定了才会。我知道。这个是你的。意思就是我要坐这个位置吗？那你让我换一个吧。这很重要吗？很重要。OK。你看，你这个是正对着的 OK 对吧？你是主要的甲方，我是你的这个发言人。等会我们会不会反客为主啊？我们等会会不会反客为主反向采访？人家是资深的，但我是你是什么？乱来的呀。你是乱，对呀，就是专门对付你这种乱来的。可以，好吧。把所有的风险给我挡住。又有人来了。我们像这个会客室的人，他们会不会觉得我是老师啊？哇，真的是。你看它是个形状，它是个什么？像一个盾牌一样。对。把所有的风险给我挡住。对，就尽量挡住吧。我们挡不住人生的所有风险，但是可预测的就可以设盾。对。哇，这个办公室的环境还是……哟，都来。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这个会客厅。对，会客厅。不是，这是小精灵。这是我叔叔。对，老精灵。好。我天哪，你发生了啥？今天不是商务嘛，商务一点，这样显得我很成熟稳重。胡子要掉了，胡子要掉了。你今天都要用这个形象出现吗？取决于他这个胡子还能粘多久。对，就是有点已经掉了一半了。走。好。吓着我了，我以为那个我们今天嘉宾换了呢。主要我觉得难得来这种节目，我就得稳重一点。就你人生有这么稳重过吗？哎，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还真没有。对，关于金钱方面从来没有那么稳重过。对。那个，你知道为什么你们仨在一起吗？就作为委托人，你们仨有共性啊？是为什么？有什么共性？我是主要是把他带过来的。我现在公布答案啊！我们认为你们的共同点是啥？活在当下，是不是？你们都属于出道特别早，也就是挣钱比较早的人。但是啊，你们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部分是，你们的钱都不完全归自己管，你是爸爸管的，对吧？然后那个，我听说你出意外之后，你所有的什么保险配置啊，那些都是妈妈做的，对，自己是不管的。对，是的。然后我听说你并不知道自己到底买了哪些保险，有什么投。哎，我也不知道。你买过吗？好像也是我妈给我买的，我妈给我买的吧。你都问好了都。对。哦。我知道了，肯定买过，因为他们绑定了我一张银行卡，但那银行卡过期让我去弄一下，但是我还没弄过。银行卡没有弄，隔了多长时间了？1年了吧。有可能保险会扣款不成功，你知道吗？那我不知道，他没跟我，后面没提了。我本来以为对自己的钱就是这么没概念的人是少数。后来我周边问了一下，我发现像你们这样的人特别多，特别多。太多。是这样的，就挣了钱不管钱，然后更守不住钱。对。所以我们要把你们俩找来看看，你们会有什么风险。就是我从认识他到现在这么多年啊，差不多快10年时间了，他这每一笔账啊就没花清楚过，到处借钱啊，然后借别人钱，借给别人钱，陌生的人的钱啊，给朋友投资啊，收不回本啊。等一下，这样，哎，借钱是这样的，如果关系好的，感觉他不会还的，就稍微少借一点，就不要还了。就不还也行啊，我有尺度的，你别看我这样，我还是有分寸的。完全没有。那你说一下，你控诉一下快。他说的这个借钱哈，他可能是稍微有一点尺度，但如果说朋友换一个角度说，我们一起投资开个店吧，那这个就没有上限了，能掏多少就掏多少，合同也不签，这是全都是口头承诺。对啊，亲兄弟明算账也要签个合同嘛。后来就后悔了，连押金都没退回来，我还拉了我的2个朋友。杀猪盘就杀的是这种。后来我去之后，商场都倒闭了。哎，那个我给你介绍一下我是做什么的哈。那个我虽然是这个节目是你们的经纪人，但其实我还是有一些那个别的长期的工作的。比如说我其中有一项呢，我就是做投资的。我们最近在募集一支新的基金。
哎，那个全是大方向，你看入点呢？真假的？你看，只要你看他直接觉得 OK， 他会马上心动。哦。哎，这你看我多像一正经人啊！别人还不还我不知道，我肯定跟你签合同。你看呢？你看这个表情。这是真的吗？那当然是真的了。那可以啊，你所有的鸡血你都可以查到的。那可以啊我们前面业绩可好了。那可以啊。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但感觉可以啊。不是你感觉可以的感觉是啥？来源于哪里？来源于感觉你很真诚啊，很可靠是吗？是啊，感觉要靠感觉的，就这种 feel。你先捋一捋你的财务状况，梳理一下你的目标。我现在其实有目标的。他的目标现在就是在老家买套房。对，我在老家买套房子。你老家哪儿啊？嘉兴啊。但是我得存下来钱才行。主要是我现在干东西，我现在做喜欢的事，我就不计成本了。就比如说我演出，我是亏钱演出。他就那一年办的巡演是亏钱的，想他要是主要主打是一个回馈粉丝。我想爽一下，就没做过这样类型的，就很帅，我感觉。你看了，两位老师都懵了。那个，你每年挣的钱有多少是这么撒出去的？有多少是真的被你花出去的？但是原来赔的钱赔的是我爸的钱。这个意思是，就是他那个时候其实没挣那么多，对，但是周围呢有朋友拉他入伙，对，就是觉得坑爹没有门槛，坑爹没有门槛啊，不是，是因为我真的很相信我那个朋友。那然后你爸也没有签合同，我爸疯狂让我签合同，他说：“哎，没事，爸，你相信我，我跟他认识太久了，他是我的好 homie。”然后就完蛋了。我爸还给我钱投资了，我爸给了我1万块钱让我炒股啊。然后后来呢？后来就亏到只剩2000，然后呢？然后我就不管他，之后我就赚了4000，我就净赚4000，变成6000块钱了。那你还亏了4000吗？亏了4000呀。那个钱是我爸的，但是4000是我自己赚的，等于就是。就是在你们家，你爸跟你的关系就是亏了都是他的，赚了都是你的，是这意思吧？我感觉听起来好冷漠嘛，关系。是这意思吧？好像是这么个意思，好像是这种感觉啊，这样是不对的，好像是不对的。你这样一说，好像确实是肯定是不对的呀。爸爸，对不起。但小精灵炸裂的点太多了，这个超出我对一个人会花钱的可能性的理解，就是我怎么能够一边有钱存，一边有钱花，这是知识感。然后什么钱该花，什么钱不该花，这是价值排序，对不对？然后哪些人的钱我可以借，哪些人的钱我不能借，边界感。就这3个全部失去的时候，他就是会混乱呐。他此刻作为 rapper 歌手，他还有市场能挣着钱，但这个没有谁说他是一直延续的。所以我觉得小精灵的风险意识真的就还没有非常充分的被唤起，这个很让人着急啊。那我觉得你今天做了一件好事儿，你把他拉来这节目是有道理的。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任务就出现了哈，我们可能后面我们就要捋一捋，就钱这件事情，即便是独生子，即便是你爸，钱也是有边界的，不管你挣多少钱，就你可能很能挣钱，但是你没有搞清楚钱有边界这件事情，钱就没有成年，你长胡子也没成年。你还是个小孩啊，赶紧把胡子摘了吧。这算了，还是留一下，这个造型还挺帅的，这个我感觉挺帅的。你现在是不是觉得跟他完全没有共同点？就是在这个钱的这个边界感上面，我自身对钱这个概念我认为会很淡。所以你的边界感可能是因为对钱本身淡，对，所以边界感也跟着一块儿淡，也都淡了。哎，我真的特别好奇，因为理论上你其实是经历过突发性的意外和风险的，对吧？对啊。那2年又要治伤，然后那个又因此不能接戏，
然后后面再接戏要做转型，就其实是人生经过波澜的人。对，所以一般来说，经历过突发性的意外和风险的人，会有更强的风险意识。你为啥反而变淡了呢？因为我在经历过这个就是无常的这种变故之后，可能我会有个10年8年的这个时间，就是我会觉得说，哎呀，就是先过好现在吧，当下，对，让自己开心，让家人开心啊，让身边的人开心就好了。但是当我可能到了步入这个将近40的这样的一个年纪的时候，好像我开始有点醒过味儿来了，好像如果说我一直要以这样的一个状态一直下去的话，好像是不行的。所以你什么事情会让你觉得再接下去按照现在的态度处理你的财务就可能会不行？我会看到可能有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按照自己所想的，就是你的事业也好或怎么样也好，能够稳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对，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还是需要开始未雨绸缪了。未雨绸缪为了什么准备？为了家立业人，养老，对，为了家人，家人就包括这个自己的小家庭嘛，对，然后还有还有大家庭。所以其实骨子里你是有结婚的意愿和计划的肯定的，肯定的，对。最后是我觉得是自己到了这个养老的这个阶段嘛，所以我也希望让自己的资产也能稳步增值。我特别恭喜你，你知道吗？此刻开始考虑是最划算的。是吗？对，你稍微在大10岁开始考虑，你会发现说你的财务安排可动用的金融杠杆就会变得很少。然后你现在其实有大量的机会可以用更好的方式去做未雨绸缪。你们的职业其实都会是不确定性非常强，非常强，对。所以这种时候就是要有活在当下的心态，但是如果不未雨绸缪，你就活不好下一个当下。对，还得有规划。对，还得有规划。所以这个时候，管钱和守钱都非常重要。管钱呢，靠认知加一点点运气。是的，是的。然后守钱靠系统。守钱不靠抠。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是看一看能不能帮大家把这个系统建个初步概念，有个意识，可以有个认知。买保险就是买平安。本节目由中国平安独家冠名播出。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解锁签名照、入场券等超级权益。芒果 TV 首页下拉，玩综艺同款小游戏。今天的话呢，我们将会对我们的委托人进行 KYC， 这一次我们要转向精准化、体系化的了解，因此我设计了一份财务问卷，从个人收支的现状出发，逐步深入到消费观、应急行为、风险认知等维度，挖掘委托人真实的想法。通过问卷上的答案呢，找到委托人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财务盲区。这次形式是很好的，帮我们梳理到委托人的具体信息和他们的需求。2位委托人，他们各自分别选取1位代理人，展开 KYC。而我们其余的代理人去支援我们的同事，来看看有哪些的问题和风险点。喜欢这个，好玩。大家先猜是谁吧。应该是涛哥和敬业吧，绝对有 AK， 得有 AK。我说到我嘴皮子已经说破了。我觉得选我的几率还是挺大，因为小伟跟我太熟了嘛。我觉得不是我们2个，是这3位。对，结果就你们2啊。来，恭喜刘璋，恭喜刘璋。果然。我们还要选吗？刘璋啊，我们关系特别好。恭喜刘璋，恭喜刘璋。还有另外1位，文涛。哇！恭喜文涛！我选，这是拿过最多的，对，你选文涛对吧？对，文涛。文涛应该最多了，文涛得过3次。1、2、3，有3次。对，果然是拿过最多的 MVP， 就会有更多的机会。然后呢，财务问卷
分别的给到你们，要给4位的在场的嘉宾发送，加油加油加油 ！Let's go！ 这边信号已经接通了，专业团队来了，老师们。你好，专业团队。哎呀，你能搞定他？搞不定。我特别希望他别选我。你以前那个也劝过对吧？劝过，劝不太动。哎，他答应我了嘛？你答应我了嘛？你要去了解了嘛。但是今天不一样了，今天是商场无父子，商场无父子。哎，谁是父子？不。商场无父子，他说什么？是哪个商场？西单的还是大悦城？商场无父子，怎么就开始父子局了？是好，工作场合不一样了，我们没有任何友谊了。可以，没问题。我很严肃的。可以，你很严肃。给你们带了问卷，可以先看一下上面的问题，然后对有一些信息需要简单了解一下。财务问卷，哇，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做这种啊！哎，你可以打开你的那个就是消费记录嘛，我看日期就知道了，上个月在干嘛。大概了解一下大家的消费习惯。这个也要写，什么备用金？2个月。2个月，那就2个月呗。2个月不够吧？你老是吐槽我投诉，客诉。你比他小还是比他大？我比他小啊。你现在长得特别像他那个就是叔叔，长兄如父那种感觉。那给你，你贴一下吧。你要吧？可以啊。我不要贴他胡子。写完了。写完了是吧？我写完了。好，谢谢。我坐你旁边去吧。来吧。哎呀，一个个来吧，你们。我们先问第一个问题，就是上个月你的收入是大于、等于还是小于你的支出的？第一题，这个浩明哥写的，上个月收入大于支出，然后支出中花的最值的一笔是演出造型，最后悔的一笔是吃，为什么？吃，吃了一顿很大的。没有，其实我可能在对吃的这个事情上面很愿意花钱，就是我可能心情不好啦或怎么样啦，那可能我首先想到的，它并不是说。要出去哪儿玩啊，或者怎么样的，让自己放松或者是感到愉悦的，就是个人满足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吃。可能我会去找一些比较刁钻的一些，可能品质比较高的一些这个餐厅，但是呢，吃完之后就觉得，哎呀，不好吃，不太值，太贵了，太贵了，又心疼这钱，你知道吗？就是会在这个事情上面，会相对来说比较拧巴所以你在吃上花过的后悔的钱还挺多的。挺多的。我来看看他的账号，他的认证有一个美食爱好者。小老师刚刚写的是大于支出，最值得的是购买装备，最后悔的就是借别人钱，对吧？这个是真的网贷借别人钱，这个我真的很后悔。这是最近的事儿。就来这节目前几天。你是觉得就是来这个节目素材不够，是不是？我现在有点大汗淋漓啊。所以你经常会做自己这种类似的这种后悔的事情吗？买东西的话会很多后悔的，比如说那时候看到一个买了个耳机，我那时候看到很帅，续航只有2个小时，然后音质又一般。那你可以退货，但是买完我觉得很帅啊。可是我现在都找不到那个耳机了，我都不知道在哪里了。就是我很焦虑的时候，我就花钱，我就可以缓解一下这个东西。所以其实你花钱的时候是在买一个情绪药。是的。冲动消费。这种冲动消费啊，对我很冲动的，冲动花钱的地方还是挺多的。就是它不是一般的冲动啊。不是，关键是有时候那种帅在你面前，你会很难克制啊。你好帅，
就是你觉得是哇太酷了，所以你这辈子主要的钱花在了帅上面，对不对？就你觉得酷就可以就是你觉得这个东西帅，或者这个行为帅，你就愿意为他。对。你今天跟他一起，立刻显得你的问题都不那么严重。没有问题，感觉。浩明哥都不说话了，就听啊，就没见过这样的。第二个，请将以下我愿意花钱的程度排序。浩明哥第一排序是兴趣，然后第二是家庭赡养支持，第三是学习技能提升，第四是保险医疗，第五是朋友聚餐请客。所以你也是兴趣花掉了你最多的钱。怎么说呢？就是我自己的，就是生活也好，包括我的这个工作上的这个也好，就是我会去购置一些装备啊，就可能是工作的这种这种层面的一些花销这种。对。然后其实除了工作上的一些成本的开销以外，最多的是就是家庭里面的这个赡养支持。你现在要赡养多少人？这是比较核心的父母嘛，对。然后以前就可能会比较大片，对。比较大片到那个多远？就是4个这个家庭。4个家庭，你一个人撑？结构就是我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对亲戚对亲戚。于老师很善啊，但是我现在懂得了，可能是需要有一些边界感的，因为之前的话也没有太多的这种所谓的这种保障意识吧。看看小老师的这个吧，你来说。肯定是第一名，肯定是我的兴趣和那个呀，这个嘛不用说了。对啊，第二个就是家庭赡养支持。谁赡养谁呀？你们家到底？但有一说一啊，我其实我不知道有多少钱，但是我全是给我爸的，他也可以花，他们也可以花。你把钱给你父亲是一个你主动的选择，还是他为了防止你乱花钱？主动。后面一开始是把所有钱都打给我的，发现就是我有多少钱花多少钱，我是不看就是余额的，就是我花到没有就没有了。所以到底你花的多还是你挣的多？总的，我感觉是我挣的多，但是我钱会花光，可能我爸妈也在花，只是我不知道。就是你并不知道你给他们多还是他们给你的多。就是我全部打给他不就好了呀？我从来不知道我赚多少钱，我不管的。就反正全给他们就好了。我是无所谓的，就是你们花就花吧。比如说我爸，比如过年嘛，他工程款拿不下来，我说你这个给工人发工资，就去给他发掉啊，这种不能拖欠的，正能量啊。这挺帅的，这一定要给他发掉。这个挺帅的，就一般这种还是帅。其实我只是。你提到你父亲是有什么工程的这种，所以他的财务状况你清楚吗？比如说他是赚钱是？我从来不管财务状况，就我爸妈可能也有窟窿，可能也要填，就是无所谓，反正大家的钱都是一样的。我现在理解了你的最大风险，其实你们家的最大风险是现金流枯竭。有可能哈。你只要在正常运转，都不会觉得它是问题。对。但是哪一天突然某一个原因停摆，就会是问题。进账的那个水龙头就被关掉了，但你的出账的水龙头都在的。是的。现金流枯竭才是你们家最可怕的事情。确实啊。对。继续看你后面的吧。后面就是没了，朋友请客，然后学习、医疗保险，就这些。最后是保险。想问一下2位老师，他们现在的收入结构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除了艺人这部分收入，还有没有其他的被动收入和投资之类的？除了就是现在艺人的工作以外，你们还有没有自己的投资啊，或者别的这个收入来源？我可以说完全没有啊。我以前有。你投过什么？投过一些产品吧，对，然后也都是亏的，就比如股票这种没有，就股票股票还算是小盈利的，对，但是想做自己的一些产品的时候，就可能就哪种行业的产品就是美妆美妆类，就相当于创业了对。入股了，不是你主导的，就股权，对我只是入股，对，所以话语权不在我。那现在比如你刚才提到的什么股票基金这种，是现在持续还在？现在也都少了，对，现在也都少了，其他的就没有了。接下来这个会很有意思。
当你急需用钱但又没有的时候，浩明哥第一个会找妈妈。哎，我是找爸爸。目前最让你感到财务不自由的瞬间，并没有这个瞬间啊。对，觉得挺自由的。那我是找不到爸爸，联系不到爸爸。就比如说最近，然后你就会贷款啊。你是你爸管钱的，对不对？原来是我自己管，后来发现自己管实在是管不住。但是也有一个问题，他看到一个东西想买哈，爸爸睡觉了没联系上。我会超前消费，先买掉各个网贷，不是网贷，借点钱。哦，就是先直接转一点，什么各种信用卡这乱七八糟的，先用了，紧急用钱的时候。但是第二天他给我打钱，我就马上把它还下，就也没有利息了，就是直接那个。啊，我知道他借网贷其实都不是真的缺钱了，对，只是那会儿爸爸他联系不上他爸了。浩明哥也是把钱会给父母是吗？之前，现在的话，我会觉得，其实父母在这个理财的这个认知层面上面，他们其实还是会相对来说会跟这个时代会有脱节的时候。对，所以其实现在可能我会觉得说，还是需要依靠自己同时可能需要去借助像你们这样的专业人士，对吧？去做一些可能相对比较稳固的这样的一种理财方式。浩明的需求还是比较强的。我猜浩明哥一定是 A， 对不对？那一定是你，猜你一定是 A。对，我是 A 啊。肖老师是好好奖励自己，辛苦赚的钱，享受成果才有动力继续赚。对，浩明哥是 B， 存下一部分，剩下的用于提升生活质量。不要把你这个情况跟人家看都是一样的。浩明哥还是会留一点的。对，剩下的用来提升生活质量或者尝试小规模的投资，有比例嘛？比如说你存多少？我觉得最起码是要到60%，这部分就是用来储蓄的是吧？对。然后可能稳健的也好，然后还有这个相对来说保险类的也好，可能也需要在这个当中去然后这40可能是用来就是相对来说属于这个流动资金，投资也在40里面。对，其实就是我现在是开始有这个意识。你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意识啊？到浩明哥这个年纪。其实浩明这一点可以做一个资产配置方案，多少是安全资产，多少可以投资的资产，多少是闲置资产，需求比较直接。对，可以问一下浩明哥，他具体买过哪种类型的保险吗？以及自己和父母都是怎么买的？现在是比如说有医疗方面的保险，医疗对，然后有重疾这种有吗？有，然后养老的这种养老准备有，就还在准备，对，还在准备。明白。好问题，小老师呢？你身上是什么都没有是吧？有啊，社保有的。我可能有那个保险，但我不知道是养老保险还是什么保险。是家人给你买的吗？我想一下啊，要不给你爸打个电话？我爸可能也不知道，是我妈给我买的。你给妈打个电话。我妈也讲不清楚，可能。他是朋友推荐给他的，这个保险他朋友是卖他的小姐妹是买保险的，他就给我买了。浩明哥看到了以前他的自己。浩明哥也没有这么夸张吧？应该没有这么夸张吧？完全就是颠覆了我的认知的，你知道吗？确实，大家都会这么想的。不一样。认为自己应该预留2个月的生活费作为应急备用金，会不会有点少啊？你觉得呢？不会啊，2个月够了呀。就是如果找不到工作，我就上班去嘛。2个月应该能找到工作了。你觉得有什么原因会让你找不到工作了？比如说那个身体不舒服，就假如你生个病，那肯定就不行了嘛。对不对？你这样好有道理啊！压根没思考。我没想到会生病啊。这样说的好有道理啊。所以其实你就没有想过这些事儿会发生，对不对？我刚刚就没想到我会生病，找不到工作这个原因。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说那个等理财，等到像浩明哥一样的岁数再开始理财就好了。你确定从你现在开始到他这个岁数之间的几年当中，你确定你的挣的钱跟现在一样多吗？很难。对啊，有道理啊。你是不是认为你会越赚越多？他是赚多少花多少？不是，我是觉得就是多少都可以。但是多少，反正你不会觉得会没有。我是如果没有钱的时候，我可以不花。那有钱的时候不可以存着。
对小老师来说，他是缺乏一个大事小事的概念，他觉得所有的钱都是小事，但是当他急需用钱来维持一个生存保障的时候，那钱就是一件大事了。他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风险对抗能力，挺危险的。比如说你给我10万一个月我可以花，你给我1000一个月我也能过，就是也都怎么样都可以，我可以不花钱，我也不出门的。其实我在家里天天就打游戏。所以月光是你的人设。保持饥饿，就不一定要花在我身上，比如说给别人花也可以。我现在是每天会在零钱包每天存100，我一个月就有3000块钱的零花钱。哎，挺好啊。哦，那还是开始有一些储蓄习惯的培养了。他这种人还一天存100呢，我觉得他都得记假账，这存完就花。那你会不会突然要用急用钱把那个钱拿出来呢？当然啊，我月底就把它花完了呀。对，真是。你的当然怎么会这么当然呢？该花还是花是吧？我月底把它还，这我存的3000块钱，我不能花吗？都存钱啊。不，我真心觉得他需要一个那个强制记账和储蓄。强制的。因为他觉得所有事情他都能处理，都能应对。我比如借网贷呀，然后周转一下，他觉得所有的窟窿都能补上。但是如果真的遇到一件很重大的事儿的时候，他补不上的时候，他就知道有问题了。浩明哥这边就是会预留24个月的生活费，2年啊。因为你当时烧伤之后在家躺了24个月。就是第一个是不可控的风险，对，这是不可抗力的因素。然后第二是我是觉得说，行业的这样的一个波动，在2年的这个期限里面，你要怎么样去找其他的渠道，继续去有一个持续的这样的一种收入的这个来源。挺好的。小老师这边是建立一笔能覆盖6到12个月的应急资金，以防项目空窗期。这个倒是跟前面这个2个月倒是有点不一样啊。你怎么想？你觉得这2个哪个现在更符合你？我觉得6到12个月，有可能的话我也24个月。想明白了，想明白了，长大了，开通了，通了，开窍了，开窍了。我感觉我主要的风险在投资。你不存在投资，你就是借钱啊？是别人来找你借钱，然后说是投资吗？但是我朋友坑死我了。他投的是啥？你知道吗？剧本杀店。他骗我呀！他说他得癌症了。他人生最后的梦想是把这个店改成 live house， 送给我，然后我很感动。我说你要照顾好自己身体。然后有一天我兴高采烈去那个看装修的怎么样了，商场都没了。别说那个店了，连商场都没有了。然后他怎么说？我就再也没理他了。最过分的是，他当时拿我们的肖像去做那个玩偶卖，然后他没发货，是我赔的钱，但还好赔了2、3万块钱。还好吗？2、3万也不少啊。真的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这个超出我对一个人会花钱的可能性的理解。我从来都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人。我今天算是真的也都是大开眼界了。他的价值观我听了，是不是他觉得感情比钱重要？钱可以退而求其次，是就很重感情的一个人，很善良的一个人。喂，能听到吗？你问问他，如果一袋子钱和自己的兄弟同时掉到水里，他会先救谁？看看感情和钱哪个对他来说比较重要。唐九就问我个问题啊，说如果你和你的兄弟和一袋钱掉到水里，你会救谁？那肯定救兄弟啊，怎么会救钱啊？对啊，你这个问题有点蠢。这问题有点蠢，不是，我只是比喻一下，刘长，我只是打了个比方。比如说，你想中国不会掉水里了，我救他，我有救命之恩，我可以记下他财产了呀，那不比一袋钱多吗？我会潜水。确实，他竟然潜水还开玩笑的，但是还是救兄弟了。就你觉得友情或者这些跟人之间的这种感觉，会比你的财富更重要？更重要。如果你目前有一部分资金在股市里也是盈利状态，对于这笔盈利，你的态度是继续放在里面？对啊。你现在有钱在任何的储蓄、投资股市里吗？没有啊。你本人对这种比较风险比较高的金融产品的偏好或者说意愿是如何的？我看这个曲线，我就哇帅买。
那如果有专业的机构和公司去帮你去管理，那可以考虑，就是反正不用我自己动脑子。那我觉得他其实都可以，因为他都把钱可以借给陌生人，所以我觉得他的风险偏好是很高的。不是，但是他问题他选专业人士也主要选帅的呀。帅，对。所以在我们这个节目之外，他找不到那么帅的专业人士。涛哥够帅吗？很帅。咱们能不能捋一捋帅的逻辑？哇塞！加一道题，哪些是真正的帅？然后排序。对啊，我们帅一定要排一下序，真的。可以。成长了，我现在长大了。我也长大了，我跟他在一块这么久，我都没有找到怎么跟他沟通的方式。你也学到没有？我学到了。那个刚刚那个问题你也要学会，我也知道没有？真的。怎么有点像哄小孩儿？幼师。重新定义什么叫帅。它有挺多跟我们一般大众认知里面不走寻常路的这么一个消费习惯，以及说理财方式。小精灵输入属于比较极端的，当你不存钱的情况下，是生活中有很多种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会带来很大的隐患，然后有可能会摧毁自己的正常的生活。如果目前收入不错但不够稳定，最应该优先补上的是哪一项？浩明哥选的是购买足够的保险医疗、重疾、失能，避免一次意外击穿所有的积蓄。这个是跟你自己的经历有关是吧？第一个是跟我自己的经历有关，第二是我是觉得说，其实自己的这个输出会相对比较大一些。对，因为其实我是会觉得说，如果说我这边可能自己倒下了或怎么样的话，那可能就是包括我以后的这个小家庭也好，或者是这个身边的父母也好，各方面的，可能对于他们的这个保障的空间或者能力就影响就会比较大。我们那个呸先说在前面，如果你此刻那个突然之间没有收入了，你爱的人还能保持目前的生活的质量吗？肯定保持不了。俞灏明是已经有了风险意识，但是这个风险意识如何跟此刻就要做的行为匹配起来，是他最需要的。计划步入婚姻，关于婚前财产安排，你的态度是不需做婚前财产公证，前提是为父母提供了一定的保障，夫妻共同管理。你的保障顺位是类信托产品重疾险。你是考虑就比如家族信托这种对有在了解吗？有一些了解，明白。信托这边主要是考虑是传承，很健康啊，听起来。OK，这个是一个方案建议点了。对，把本金留住，要把盈利部分分批止盈，然后转成稳健型的资产。它是特别稳健的理财逻辑。你这个有一个大概，比如说我赚多少，然后把多少的这个盈利拿出来去作为转为稳健的一个。现在来说的话，我觉得需要一半了。就比如说，可能现在我的这个存款，对吧，有10万，可能进账5万的时候，那我首先可能会先存这个2万5，对吧？那这个变成了12万5了。那在这个12万5里面，可能我会适当的再去调整，就是比如说拿出10%或者是20%，就动态的调整。对，再去拿去做一些这个中高风险的投资。你定义这个中高风险是指各种行业类的投资，还是说金融产品的高风险？金融产品。未来有没有一个你想要达到的一个比例？我会根据我的这个底。对，就是慢慢，它可能有一定的存款的这个额度之后，那可能我相对来说会调整这个就是中高风险的这个比例，可能过去是10，那可能有了这个池子越来越大了之后，那我可能会调整到20、30、40。所以你定义这个比例是根据你剩余的那些比较中低风险的这种保障类的有多少来取决于？先有了保障，然后再去。有这样的一个可能，可以就是相对波动的这种博取一个对升值这样的一个空间。对，我当时感觉就是他对财务的规划是挺有想法的，而且已经做了不少了。比较高难度或者高风险的他也在做，这其实是一个很专业的事情。只能说是略懂1、2吧，略知皮毛而已。但是其实有很多的就是更加深入的一些这个知识点或是更加深入的就是在这个实操上面的这样的一种行动，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计划，可能相对来说还是会比较薄弱的。
那是我希望能够看到的这个眼前一亮的这样的一种建议跟方案。对，我们问卷也答完了，你们回去商量商量，我们吃个饭，加油！哎，小刘，相信你，小刘，辛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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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真的，你身上槽点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那很燥。这节目应该给你单开2期啊，真的可以的。吃饭，吃的好香啊！来，准备饭的脑子是不是有点转不动啦？喜之郎超大杯快乐分享10斤果冻，超多果肉大份超满足，咱边吃边享，快尝尝吧！好吃，好满足。那我们其实已经刚刚通过我们的这个询问也好，了解到2位委托人他们的一个需求和我们的财务状况了。那下午呢，我们就要在一个和一个的模拟场景中呢，去给出我们的具体的方案。获得委托人认可的代理人呢，会获得积分，最终2场积分相加最高的代理人呢，将成为今天的最满意风控代理人。那首先我们要进到俞灏明的场景了。那么大家在对于他的一个了解中呢，俞灏明的问卷里有没有一些问题，你们觉得是可以进行一些答案的优化，或者是一些你们可以发现他没有看到的风险点？我给大家一些建议哈，因为俞灏明刚刚说到了自己的一些的需求，一个就是他对于自己的这个未来工作收入的一个不稳定性的一个担心，所以他其实现金流的风险以及现金流规划，这个是我们的方案展现的一个部分，以及是他非常有责任心，他想要传承了，所以他提出到了我们的这个家族信托或者是家庭信托。还有一部分的话呢，就是说他考虑到他这个父母的养老以及未来自己可能的养老，所以这也是一个方向。等会儿俞灏明的场景是招标会的形式，我们把我们的方案写在我们的这样一个题板上，需要每一位代理人上台去展示的。那大家呢，在整个过程中如果有任何疑问的话呢，可以到隔壁的专家室找我，加油。好的，谢谢老师。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2中午12点双更会员抢先看。打开芒果 TV， 搜索芒果勋章馆，完成初入职场勋章任务，解锁多枚专属限定勋章。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灏明哥作为家里的中流砥柱，更应该去优先照顾自己。他可能会面临着有些保险或者有些财产的错配，所以我看看有没有什么样的风险能提示他。他对于这个高风险投资的一个收益的预期，我会尽量的去用一些混合的工具，从不同的维度去满足他的一些需求。如果到了实操层面，里面可能会出现哪些雷点，从优劣方面更加客观的去给他做一个分析。我们出发去你的那个模拟现场。OK。你开一下门，你会看到一个熟悉的场景。哦耶！是爱丽斯顿商学院，爱丽斯顿商学院。我的妈呀！哇塞！哇哦！哦，我现在是端木哦，我现在是端木哦。要哭就去跑步，把所有泪水都变成汗水蒸发掉。端木磊啊，你毕业多少年了？你毕业多少年了？哎，同学，我可能都已经快20年了毕业。对，快20年了。一下状态就来了。对，立刻端起来了呢。哎，是叫端木磊就要端起来的吗？这位哥哥，你可不可以不要在这里？你可不可以不要在这里两手插兜？哦，是你的，因为两手插兜是我的专属。
好的，那我只能。我们怎么做啊？哦，这应该是我们坐的地方，这应该是我们坐的地方。哦，对对对，你先坐下。哇塞，第一次有这样的一个配置，有这样的一个待遇啊，感觉。对呀。哇，那你有没有场景啊？我有吧？我不知道。你会有自己的专属场景的。以前在这个爱丽斯顿商学院的时候，就说过一句话，说，哎呀，这个给过建议啊，说将来这个等老了，在沙滩旁边烤火的时候，回忆过往，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后悔的事情啊。那个时候我说，我不烤火，我从来不烤火。好霸道！来了，他们来了。Hello， 张老师好，老师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朱志老师。朱志老师是我们的今天的金融专家。你好，他来主持我们这一场模拟招标会。太好了。来了，爱丽斯顿哇！你们是爱丽斯顿商学院的 F4。哎，今天还真的有 F4呢。哦，你们是 F4。哎，你们是 F4。对。他们是金融界 F4。还真是啊。对啊。对。哎，这个帅的程度有超过上一轮 F4吗？没有，觉得没有。有了，绝对有了。我跟你说，绝对有了。金融界 F4。那我们开始吧！再一次欢迎大家来到艾斯利顿商学院，艾斯利顿商学院模拟。爱丽斯顿，哎，好，爱丽斯顿老师，咔，好的，咔，好，再一次欢迎大家来到艾斯利顿商学院。艾丽斯顿老师。他们两个都错了，老师。艾丽斯顿。哦，我这不好意思，我这写错了。综艺效果。好，再一次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爱丽斯顿商学院。有请代理人们呢，可以自己介绍一下自己，让俞灏明呢对你们更有信心一点，好吗 ？OK， 好。来，首先看谁来？我选的这个文涛吧。文涛，对啊。直接先介绍方案嘛，先介绍自己，因为我不知道你的背景，我不太了解你的背景。我是那个爱丽斯顿商学院的院草，对，是院草。他是有设定吗？我的天哪！啊，真敢说呀，涛哥看不出来呀。可以承认。对，我当年600分满分，我以580分的高分考入了我们商学院。哦，这个连续3年都评为商学院院草。对，但专业方面也是专业的，所以专业方面也是专业方面也很专业。不，怎么个专业法呢？专业方面，所以主要是我在这个商学院学了非常多这个金融相关的知识，所以我也了解了这个灏明哥你的一些基本的情况。所以文涛，你的专业就是金融。对，我本身是学金融的。本身就是金融。对，然后在那个信托公司我做过4、5年。专业的。现在在创业。哦，没有，就是开个小服装店啊。这是你会花钱的地方。是的，我会来消费的。客户已经来了。好，文涛，然后旁边，第一我不叫魏，我也不叫楚宇轩，我叫唐九州啊。九州，我是那种比较会设身处地的换位思考您的需求的这个风控代理人，就像把我放进你的身体一样去想你，不是这么说，你说的是什么？就是，然后去考虑你的切身需求，然后来制定这样一套完美的方案，希望你能喜欢。你有从事过就是比如说演绎啊，或是演员这样的工作吗？对，我是歌手，也是演员。那有一定可信度的。就比如说你在进入角色的过程当中，你也需要有这样的一个体验感悟的一个过程。没错。好，谢谢九州。于老师好，我叫刘章啊，然后呢，我是在那个爱丽斯顿商学院学习的是数学与经济专业。
考虑到您来咱们节目做风控以及有这个储蓄的这个计划的话，肯定跟未来这个对有孩子这件事情还是抱有一定的这个可能性，是不是抱有一定期待的嘛？那可以从这个教育的角度，因为自己的这个我学习经历比较丰富，教育方面的信息也都比较关注。如果有考虑到未来孩子的这个计划的话，就是怎么样去存多少钱，这些东西我都可以给到一些建议。OK， 谢谢。Hello， 浩明哥，见过一次。哦，忘了没关系，我就确认一下。哇，你今天 Who are you？ 重新认识一下，今天是爱丽斯顿商学院的小李。上次是什么时候？上次是火树跟恩琪也在，认识火树跟恩琪吗？你看都忘掉，那就没关系，重新认识一下。不认识。是什么哥哥应该披荆斩棘的哦，P 哥有一次超前聚会的时候，我们见过一次。有印象，没关系，不用装出想出来的样子。有印象。OK， 我是之前是学法学的，然后也有过3年多的这个在律所工作的经验。然后呢，可能我就是比较习惯用这个批判性思维去看待很多事物的，所以我也不是说，我们今天带着这个方案来就一味的要推销给你。更多的我还是说结合自己的一些背景知识，说挑这些里面的毛病，尽可能说给到你一个能够帮助你更加仔细的看清楚你想做的这些事情，它具体落到实处的话，可以做哪些选择，以及他们的优缺点，这样吧。明白，谢谢。浩明哥好，我是咱们爱丽斯顿商学院唯一的女生。唯一的女生，本科是学语言加上创业管理双学位的，然后我也会跳爱德华尔兹，也还很爱去美特斯邦威，因为之前我有在500强企业工作的经历，然后所以可能比较擅长和客户沟通方面，所以今天也很期待跟浩明哥有个比较好的交流。5位代理人都给我很专业的感觉，很期待，也很希望他们能给到我一个可落地、可视化的细致化方案。下面呢，宣布今天招标会的规则了。那于浩明手中呢有一个固定的资金池，一共只有6660元。对，5位代理人每人带来一个金融方案参与竞标。浩明的任务就是给每个方案定价。明白。整个的过程中呢，我们的小姨，我们张雪宁老师，等你们坐下，我就恢复到小姨的身份了啊。还有我们的小精灵王汉哲，可以随时给我们的于浩明建议，觉得方案值就举牌劝他加价，觉得不值就举牌劝他压价。最后，浩明出价越高的方案，对应的代理人积分越高，最终成交价最高的代理人，本轮可以积3分；第2和第3高的代理人呢，积2分；第4和第5的代理人呢，积1分。为什么用招标会？因为钱就这么多，我们要逼他去做取舍，只有取舍下呢，才能看清什么是于浩明内心真正在乎的。我们要用最直观的方式呢，看懂哪个金融方案更适合自己。所以，代理人们，你们的目标就是用你们的专业，让于浩明愿意一次一次把价格加上去。好，爱丽斯顿商学院模拟招标会正式开始。谁第一个上来？院草先来吧。院草先来吧。承认了是吧？你不是院草吗？那个没有，那个金叶先来也行。干什么？你要不你来，你还指挥上啊？要不这话多的来吧，这有老推荐人的来吧。首先啊，我觉得客户的这个角度来说，就是我觉得你们不够主动。如果说你们真的是对你们自己的方案非常有自信的话，不会考虑这么多的。主要害怕第一个讲他们没有讲的了和讲的了。其实我们只是谦让了，只是谦让。职场上没有那么多的谦让，真的。那我们再宣布一次，谁动作最快，谁先来，好吧？好，那我来吧，来吧。1、2、3，谁先来？好。哇！直接站。好 ，OK。作为今天爱丽斯顿商学院唯一的女生，这个自信不一样。再跟浩明哥介绍一下，我叫孟雨桐，叫我小孟就好了。小孟，好。
其实我理解下来，您最核心的诉求就是通过您自己赚钱，包括收入的情况，去托举您现在的大家庭，包括可能未来会成立的小家庭，以这样子的一个需求去稳定的、有品质的过好未来的生活。首先其实可以看我把它分成了3个方面。分别是底层、中层和顶层。那首先讲的部分是关于底层的部分，这个部分叫做压舱石。所以其实我们需要有60%作为一个您的核心资产的一个保障。那我帮您配置的2个产品，一个叫做增额的终身寿，一个叫做年金险。它是一个比较好的储蓄型的方式，不仅是可以对于您自己养老金的一个补充，也是可以给予您父母做一个养老金的补充的。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比较满足你核心的需求的。说服你们了啊？说服你了？好像还可能需要考虑一下。好的。对。怎么办？我心动了。这里有人心动了怎么办？他心动了。怎么会心动了？哎，小姑娘，我问你一件事情，很现实的问题。好哎。就是他现在40岁不到，对吧？我们就算他65岁开始拿养老金，那到那个时候，谁知道1个月要多少钱才能够活得还算舒服？比较舒服了。我们大概可以计算一下嘛，比如说浩明哥现在全家的支出是多少钱？您的日常消费是每个月大概多少？按照我们的通货膨胀率大概算一下，那个时候可能用到多少钱？大概按照这个来推算，其实就可以推算出来，您现在要往里面大概存多少钱用于未来的养老。不，首先我是觉得说我们现在能够算出来，但是其实我们需要就是专业的机构给予我们说会达到什么程度。就我们都算不清的未来要多少钱。我们不知道。就我们都搞不清楚，等到我们老了之后，到底需要多少钱的了？好的，需求收到，浩明哥，我再帮您去完善一下这个部分。好的，好的。完了，钱挣不着了。好，咱们不知道，咱们绝不瞎说啊，就是没有考虑到这个。对，确实是没有考虑到这个需求。我当时觉得这个事自己没有准备好啊，因为真实工作中可能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客户在问到我一些问题的时候，我可能没有提前进行准备，但是我不能为了让客户觉得我现在很完美，我就是一个硬要说的状态，我会跟他真实的说，可能我现在对这个信息不是那么的了解，但是我会后面查证清楚之后，我再附上附件给您。您的需求收到了，好。那我们再听这30%。30%是中层的护城河的部分，也就是预留的一些现金，这个也是根据您自己描述的，可能用于生活中吃喝玩乐的一些开销，包括公司运营留下的一些给员工发放工资啊，还有日常一些周转的钱，所以就按照现在的大额存单，再加上货币基金和短债，其实可以理解是比较低风险型的稳健型的一些投资，然后让您这个钱可以有比较高的流动性，随时取用出来就好了。然后到最后部分就是顶层部分的10%的一个可能更比较进攻型的一个投资嘛，然后包括一些投资理财的股权的产品，这个部分是我咨询了老师，就是希望给您做一些风险的对冲，比如说在地域上、粗类上做一些分散。那这个我觉得其实完全可以交给专业的人他去监测和处理的，帮你把这10%的钱打理好。那专业的人我去哪里找？专业的人在平安，我的代理人还有平安。其实我相对还是可能会比较趋向于一些具有权威性的一些机构。好的。然后我在这儿画了一个小兔子，是因为我也是属兔的。哦，是吗？对，我这浩明哥是属兔的，所以也是希望浩明哥所有的财富吧都可以顺利的止盈落袋为安，钱从4面8方来。太感谢了，太感谢了。那我们亲友的定价建议是多少？320。320。哇！小姨有道理的，我告诉你，我是按照1000的标准，他的那个方案里有60%的钱。我问你说，等到他要养老的时候，到底要多少钱？你不说清楚，你作为专业人士不告诉我，那我怎么知道前面要投多少钱？我投不投得起？这个60%没说清楚嘛，没有分呀，那么就剩400块了咯，对吧？那么中间这2件事情嘛，我觉得勇气可嘉，我满意度80分，320。好，没问题，收到。小姑娘，你把这个东西补好了，你告诉我们，我会给你钱的。好的，小姨都是给钱的，但是要给靠谱的钱。收到，小姨。来，我们第1轮定价。
1332。好。啊，好多啊！哇！我反对，我反对。太多了，太多了，太多了！反对了。我告诉你，你不要第一笔钱付的太多，因为万一他们的都比他好呢，你后面有补偿机会的，你其实这个出去就回不来了。很难，是吗？对吧？咱们钱一点一点花嘛，对不对？我反对。魔玩小叶好尖锐啊！这个要不要过4位数了？过一下吧，来，这个，对，谢谢。哦，好多哦，很高了，对谢谢浩明哥，谢谢。我是觉得你就是做这个勇当第一人，我觉得这个是要付的。虽然雨桐的方案不完善，但是作为第一个上场的，我还是愿意给鼓励分的。来，谢谢，好珍贵。好，谢谢。好厉害，真的很棒，真的很棒，我有点害怕了。来，我们第2位的，我们的刘璋。OK。开玩笑了。扣分，吓到我们浩明哥了。对啊。那是这样子的，因为刚刚呢，雨桐其实他讲的非常的充分。那其实在这个地方的话，做一个大概的划分，像你看这个货币基金以及存款是大概占到30%左右，那年金占在30%左右，我认为就已经比较够了。那除此之外的话，我还想要补充一点，就是小孩教育的问题。哎，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是强制储蓄，一个是时间一长的话，这个年金它的这个利率还是会起到一个很好的这个保护作用。它的储蓄时期有几轮，比如说你要几个孩子，聊过去了，聊晕了。因为我们过去是有过的，那这个也是等于是像储蓄这样的一种方式。对，它是偏储蓄的，那肯定不能拿这个钱去投资，有些钱是绝对不能动的。哥，你现在还没有孩子嘛？孩子真的要到大学的这个年纪，18岁的话，时间还更长。哇塞，这个要想到将来以后的这个孩子的这个教育金，然后成长的这样的一段过程当中，想到的提前预备了风控的这样的一种可能的时候，哇，这个我觉得一下子头都要炸了，你知道吗？哇，这个好难啊！那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具象的，一下子哇，这个袭面而来，一下子就没有办法招架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然后对，那个小伙子啊，我要说一下，小姨是有意见的，就是你没有解决他的安全感问题，你让他感觉更加焦虑了。对啊。哎呦，真是不好意思。你看一看他的眉头，讲完方案之后更加焦虑了。我打断一下啊，就是我现在可能会认为说啊，我的这个工作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运转啊，可能相对比较正常或怎么样的，但是到了可能也有一些可能不可预知的这种情况。就如果说万一我在2年半的时候错失了这样的一个工作能力的时候，对吧？我交不起，那怎么办呢？刚刚说的这个当然存在，这个基于你已经有了这个保险金，遇到一个极其这个重要的需要周转的情况的话，就是它是一个贷款的资本，等于是说还是得东墙补一下西墙啊。对。我是提供给你所有这个表格，那么就得你自己花心思去一个一个去计算了，就是你要在什么年份具体存到多少钱。那如果说我要自己的话，那我还找你干什么？其实他有问过，那如果这个事情的话，那要我们有什么用吗？
本身他自己也有一个理财这个观念和能力嘛，所以大部分这个行为还是得他自己去完成，我们只可以给他看，就是你要购买的金融资产，你要分配的这个百分比是怎么样的。刚刚说的其实主要是提出一些这个你脑海里面没有想象过的场景，让你去想，哎，这些可不可能发生？它会不会是我的需求啊？主要是这样子一个目的。这个我觉得人家小伙子讲的是有道理的，就是再焦虑也要往前算一算账，不能因为算出来很焦虑就不算了，对，不算以后更焦虑了。这个还是认真要考，很现实的，我告诉你。那我的这个其实不完全算方案了，更多算一个这个辅助的说明，就到此为止了。如果还有更多的问题的话，我都愿意去解答。浩明，看看你的定价是怎么样？对于刘璋的这个方案，可以999也可以的，999也可以啊，可以的。那我补齐那个1，好吧？我给你1，他只给你1块，因为他独一无二，他是 only one。这是帅的，这是帅的，说明他知道省钱了，多好呀，多有教育意义啊！请你保持这个策略啊。来，我们浩明是多少？对，这个660，没问题。我觉得还是没有解决这个比较具象的这种分配的这种内容。其实你可以就有一个模拟概念嘛，对吧？可能我的这个方案比较模糊吧。于老师他想一个人就是给他一个非常清晰的东西，具体到每一分钱的这个规划。可以，那我去做这个补足。我再帮您去完善一下这个部分。他们俩的方案在我的内心当中还没有真正的如我的这个期望，说能够给予我一下子这个眼前一亮的这样的一种建议跟方案。对，你们的职业不确定性非常强。对，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还是需要开始未雨绸缪了。你是有结婚的意愿和计划的啊？肯定的，肯定的。对，为了家人，自己到了养老的这个阶段了。对，难接到戏了。其实，它带来的风险会击穿你已经建好的生活。对，就是所以现在得很郑重的去规划了。我也希望让自己的资产能稳步增值，所以我最终还是希望有一个可落地、可视化的细致方案。深夜灯还亮，时间静默成江，迷雾里有导航，独行也不慌，让承诺能成钢，给风险做减量，年轻的旅程通往从容的远方。清澈如灯，爱是归航，波浪甲方安然向阳，规划为营照亮迷茫，青春作伴不负伤亡，让未来见证这守护的力量。当变数轻轻扣撞，时光漫过手掌，一直温柔守望，换未来晴朗。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关注节目官微初入职场金融季，解锁更多独家互动和幕后花絮。上微博带话题初入职场金融季发博讨论，有机会获得节目嘉宾专属回应，独家中文百科合作平台。上百度搜索初入职场金融季，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